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民國時期成為了年輕人最為向往的年代。十里洋場，歌舞升平，燈紅酒綠，夜夜笙歌，軍少財閥，血月風花，加上一众營銷號和公知的無腦吹噓，民國成為了大師輩出的年代，甚至還成為了學術最為自由的時期。似乎在民國，每一個男子都長得玉樹臨風，要麼是金融天才，要麼是軍閥軍少，最次也得是商業大亨。而每一個女子更是頂級財閥的掌上明珠，她們的見識和文采比肩林徽因，身着旗袍婀娜多姿，每天出入高檔場所，十指不沾陽春水，閒來無事整天和各大財閥闊少戀愛糾纏，衣食住行都有丫鬟僕人伺候。這種離譜的印象絕大部分都出自於近些年的偶像劇，但現實中的民國卻和影視作品中完全不一樣。這是一個極度荒唐的時代，是中國近代史最黑暗的時期，甚至就連課本和史書中都對其闭口不言。莫言先用幾組數字讓大家感受一下。首先，民国時期的支柱產業居然是菸土生意，全國有將近1/3省份的主要財政依靠鴉片，而吸食鴉片的人數更是無限接近1個億。困苦和黑暗是民國時期的主色調，為了生存，賣兒賣女成為了一種司空見慣的生意。到了後期，販賣人口更是被視作合法行為，甚至南京當地就有7個大型的人口交易市场。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只有一個，那便是连年的戰爭導致糧食嚴重緊缺。民國時期的人均壽命甚至只有恐怖的35歲。也許大家不太清楚這一概念，要知道就連大清末年人均壽命都有50多，可想而知在民國能夠生存下去能有多不容易。那些每頓大魚大肉，手中端着紅酒的情況也只出現在極個別人的身上。而接下來莫言要講的數字則更令人心碎了。民國時期平均每年都至少有500萬人死於饑荒。1920年華北地區旱災餓死1000萬人，災民更是超過3000萬。直隸地區800萬難民甚至把樹根都啃完了，也只活下來不到1/3。期間無數婦女兒童被換取了一口糧食，數百上千萬人闖關東也只為了能活下來。1925年大半個中國鬧饑荒，死亡人数直接超過了320万人。1928年到1930年，我國北方8個省份同一時間鬧饑荒，死亡人數是令人汗毛炸立的1420萬人。民國是極少数一批人的盛世，卻是普羅大眾的人間煉獄。可能看到這裡你還是沒有具體的概念，認為民國是一個充滿機遇的時代。那麼今天莫言就帶你穿越回去。身處上海的你此時還無比的慶幸，畢竟這裡的投胎率要比偏遠省份低得多。隨後你走在街道上，卻發現沒有想象的繁華，要麼是一片破敗的貧民窟，要麼是建立在街道兩旁的煙館。隨後你來到了沪系軍閥這邊，想要參軍，心想就算當不了軍少也能混口飯吃。但你卻發現當兵根本沒有任何出路，因為想要加入他們必須先交2大银元的服裝費用，並且在那個戰亂年代，新兵也只能被當作炮灰。一旦有衝突，那麼投胎率將直線上升。隨後你想到了偶像劇中的歌舞廳，說不定就能在此碰上的大人物一步登天。於是你憑借着會幾句英語的優勢，成為了舞廳服務員，整天累死累活地穿梭於各個酒桌之間。可震碎你三觀的事情又出現了，因為你發現台上的舞女和偶像劇中的完全不一樣，她們就像是一件专門逗人歡心的玩具。那些財閥闊少根本不會為他們大打出手，如果因為舞女們爭吵，反而會大大丟了自己的面子和身份。於是毫無希望的你辭去了舞廳的工作，去到了一個大戶人家找個管家的工作，但對方卻向你索要介紹信。沒有介紹信的你甚至連他們的大門都沒進去。就這樣，你為了溫飽只能去拉黃包車，但由於沒有本錢，只能向車行租車，每天累個半死，賺的錢還要上繳一大半。就這樣，時間又過去了半年，走在路上的你被強行綁走參了軍，但幸虧你的任務是用黃包車運輸物資，而不是被送往前線。上海軍閥們的戰爭進行得很快，這一次你又活了下來，可向車行租的黃包車卻損毀了。一事無成的你瞬間背負了一筆債務，於是蹲在牆角下，你思考着一個問題：為什麼這麼長時間裡沒有見到軍少呢？那些婀娜多姿的闊小姐又去哪了呢？金融天才和商業大亨呢？難道說偶像劇裡面演的都是假的嗎？